楚风将李锐斩杀之后，便将他的衣物以及乾坤袋全部收了起来了。怎么不看看他这乾坤袋里有什么宝贝？淡淡好奇地问道。他的东西我不会动，我要完整的交给徐依依。楚风说道。干嘛要交给他？你该不会要让他知道你杀了李锐吧？淡淡问道。我的女王大人，我可以欺瞒其他人，却不能欺瞒徐依依，毕竟他待我还挺真诚的。楚风说道。好吧好吧，你随便。淡淡无所谓地说道。之后楚风便踏入了那座传送阵，而当楚风再度出现之际，已是云鹤山的顶峰。这所谓顶峰很是辽阔，尽管四周茫茫白云，可是它的面积依旧极大，简直就像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小型平原。而最先映入楚风眼帘的，便是一座宏伟的大阵。那座大阵金芒闪闪，像是一座宏伟的建筑，非常壮观，并且其中流动的仙级结界之力乃是龙纹级的，而那些结界之力之中，更是富有极大的魅力，让身为界灵师的楚风不由自主的就被其所吸引。想必那就是金鹤真仙所布置的悟道结界阵，只不过想要登上这悟道结界阵，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先经过一个大阵。现在呢，大阵里面已经有了至少上百人，其中口袋大师、三剑真人、刘小丽都在其中。而最令楚风意外的是，现在竟然已经有3个人通过了那座大阵，站在那悟道结界阵之外。那3人便是结界4皇中的老2、老3和老4。虽然通过了那座阻隔阵法，可他们3个却没有立刻到那悟道结界阵中，而是在等候着。他们等的乃是一个人，那个人便是结界4皇的老大。此刻结界4皇的老大正在与口袋大师以及三剑真人大战，只是令楚风感到惊讶的是，口袋大师与三剑真人这2位高手竟被结界4皇的老大一人所压制了。不过他们只是用全星号星号风，并且使用的也不是武力，而是一种特殊的结界力量。而这结界的力量来自于他们身上的铠甲，那铠甲由结界之力所化，但却很特殊。此刻所有人的力量来源都是那铠甲，并且那铠甲也有所不同。大部分人的铠甲都是银色，有少部分人的铠甲是铜色。但是如结界4皇以及口袋大师还有三剑真人，他们6位的结界铠甲却是金色。虽然实力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很显然金色最强，银色稍弱，铜色最弱。楚风小友，你总算来了。忽然落峡谷的宁霜长老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宁霜长老，这是什么情况？楚风好奇地问道。你来晚了，还不明白这里的规矩，我来为你介绍一下。宁霜长老指着如今众人所在阵法的入口处说道。看那里，那入口不是寻常的入口，那也是一座阵法。进入其中，那阵法会根据你的结界之力强弱，而为你套上一身结界铠甲。那结界铠甲一经附身，浑身的武力便会束缚，所能使用的力量便唯有那结界铠甲赐予的。穿戴结界铠甲之后，便可以进入那其中，与众人厮杀。只要击败在场的所有人，就可以被传送到悟道结界阵那里。但是若是结界之力的强度不够，不仅无法获得结界铠甲，还会被那阵法推送出来，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如我以及这些人都是失败的人。宁霜长老指着那些站在阵法之外的人说道。原来如此，楚风终于知道为何宁霜长老站在这里了。原来他是结界强度不够，所以连被结界铠甲附体的资格都没有。想到这里，楚风不由得看了一眼那阵法之内的刘小丽。此刻刘小丽虽然没有身披金甲，但却也身披银甲，这倒也侧面说明刘小丽的结界之术还是不错的。现在的形势有点不妙啊，结界4皇似乎是想霸占4个名额。忽然楚风说道。毕竟结界4皇的老2、老3、老4已经出去了，若是结界4皇的老大也出去的话，那么其他人就没戏了。是啊，结界4皇的结界之术实在太强了，穿上结界铠甲之后，哪怕是三剑真人和口袋大师联手，也无法阻止他们4个。你也看到了，现在他们已经有3个人成功的走了出去，只剩下了老大一人。可是他一人竟能与三剑真人以及口袋大师抗衡，这样下去，怕是三剑真人以及口袋大师也无法阻拦他。他们兄弟4个就要占据4个名额了。宁霜长老说道。依我看，三剑真人和口袋大师根本就拦不住他。楚风说道。拦不住？宁霜颇为惊讶。拦不住？他若想走，早就走了。他之所以不走，是故意戏耍三剑真人和口袋大师。楚风说道。他竟敢戏耍三剑真人和口袋大师？宁霜长老越发惊讶。毕竟三剑真人和口袋大师在百炼凡界都是极具威望之人，先前三剑真人和口袋大师替我说话，他便心生怨念，只是因为实力不济，不敢如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金鹤真仙布置的阵法，他们终于获得了超越了三剑真人和口袋大师的力量。以结界4皇那狂傲的性格，自然会不顾后果的欺压一下三剑真人和口袋大师。楚风说道。听得楚风之话，宁霜长老再度将目光投向阵法之内，这才发现三剑真人与口袋大师乃在苦苦支撑，他们2人联手，竟也真的不敌结界4皇的老大。楚风，你快进去吧，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你再不去，怕是结界4皇真的要霸占4个名额了。宁霜长老说道。宁霜长老，那我先进去了。楚风说话间便向那阵法走去。楚风，李锐呢？忽然宁霜长老问道。听得此话，楚风表现得很平静，回头说道。李锐出了点意外，回头再与你细说。话罢，楚风便走进了那阵法之中。三剑真人、口袋大师，若论战力，你们胜我数倍，可若论结界之术，哪怕你们2人加到一起，也是不如我呀。结界4皇老大一边压制三剑真人以及口袋大师，还一边羞辱2人，被一个实力本远不如自己的小辈这般羞辱。口袋大师倒是没有太大反应，可是三剑真人就是气得脸色涨红，而三剑真人越是表现的愤怒，结界4皇的老大
便越是得意。这正是他想见到的结果。大家快看，是楚风！楚风来了！忽然有人惊呼一声，而当这句话响起之后，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变，尤其是定目观望，发现楚风真的已经踏入内阵法的入口之后，哪怕是结界四皇的老大，也是眉头紧皱起来。如果说在场之人连口袋大师和三剑真人都不是他的对手，那么唯一能够战胜他的，便唯有楚风了。楚风，你总算来了！见到楚风，刘小丽顿时面露喜色，与所有人一样，开始将目光紧紧地凝视着楚风。事实上，不仅是他们，就连本在交手的口袋大师、三剑真人以及结界四皇老大，也都停止交手，看向了楚风。他们都想知道楚风能够获得怎样的结界铠甲。毕竟楚风是一位修罗界灵师，并且之前能够破开那紫色雾气，也全是楚风的功劳。在众人心中，楚风的结界之术乃是在场之中最强的才对。先前不是笑得挺开心吗？怎么现在闷闷不乐了？该不会是楚风小兄弟来了，有压力了吧？三剑真人讽刺地对结界四皇老大说道。他知道自己不是结界四皇老大的对手，所以当楚风出现之后，他才格外开心。他知道楚风能够压制结界四皇老大。哼，压力？他能给我什么压力？他来了，最好我会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结界天才。结界四皇老大不以为然地说道。虽然他这话说得很是硬气，但是唯有他自己清楚，面对楚风，他还说是有些心虚的。毕竟楚风之前的种种表现的确很好，而就在众人瞩目之下，楚风已经闭上双眼，感受着那特殊的结界之力覆盖全身，化作铠甲。金鹤真仙果然厉害，这种奇妙的结界阵法都布置得出来。当亲身感受到那结界之力侵蚀全身，先是封锁自己的力量，然后便开始产生特殊的变化，一种结界之力所形成的力量开始在楚风的体内构成。这种情况之下，楚风只感觉自己的身体机能全部被改变了。如此玄妙的阵法，自然是厉害得很。哈哈哈！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忽然听到阵阵大笑传来，笑声响起，楚风不由睁开双眼，发现那大笑之人乃是结界四皇的老大。此刻结界四皇的老大正看着楚风，一边看着楚风，一边捧腹大笑，并且笑得前俯后仰，那叫一个激动。这傻子抽风了！笑盲的他，淡淡很是不解地问道：“似乎不对劲。”楚风说道：“哪里不对劲？”淡淡问道：“你看大家的反应。”楚风说完此话，将目光扫向其他人。这时，淡淡才注意到，虽然其他人并没有像结界四皇的老大那样哈哈大笑，可是人们的脸色与目光却是变了。如果说之前他们对楚风满怀期待，那么此刻他们的眼中则是深深的失望。三剑真人，你看到了吧？这个废物连结界铠甲都无法凝聚，连进入这里的资格都没有，你居然指望着这种家伙对付我？你说你是不是想多了？结界四皇老大讽刺地对三剑真人说道：“楚风小友还在那阵法之内，并没有被推送出去，你怎么就确定他无法凝聚结界铠甲？”三剑真人说道：“可能或不能，只在一瞬间就能断定。他已经过去这么久，还未凝聚结界铠甲，你觉得他还有戏？”结界四皇老大说道。而这一刻，楚风终于知道为何结界四皇老大会嘲笑他，为何众人会面露失望之色。原来他们已经断定楚风是无法凝聚结界铠甲了。但楚风却也并不慌，唯有他知道那结界之力正在融入体内，正在改变他的肉身和力量。他不是失败了，只是所需时间比其他人稍微长一点而已。看来此子的结界之力当真很是精纯，居然要凝聚出龙纹铠甲。白云之巅，金鹤真仙正注视下方，目露惊叹之色。金鹤，你可真能偷懒！既然都布置了此阵，为何不好好布置一下？你看，搞得结界之力都不够了，凝聚一件龙纹铠甲，居然要耗费这么久的时间。布衣老僧说道。同样身为龙纹级仙袍界灵师，他已经看出来金鹤真仙布置此阵并未用心，所以这才导致楚风的结界之力虽然精纯，可以凝结出龙纹铠甲，但却因为结界阵法的力量不足，所以凝聚的时间很久，误让其他人觉得楚风是无法凝聚出结界铠甲的。我怎么知道会有人能够凝聚出龙纹铠甲？金鹤真仙说道。虽然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都知道楚风是为何迟迟无法凝聚出结界铠甲，但是其他人却不知道，他们都已经断定楚风是因为结界之力不够精纯，所以无法凝聚出结界铠甲的。真是没劲，我们兄弟四人这么轻易的就霸占了4个名额，实在是太没挑战性了，你们就不能给我一点压力吗？结界四皇老大得意的说道。最后一个名额你还没有霸占呢。忽然三剑真人出手了，不仅三剑真人出手了，就连口袋大师也出手了。显然他们两个也都不想轻易的就将这最后一个名额让给结界四皇老大。不用浪费时间了，你们一起出手吧，布到结界阵的最后一个名额我要定了。结界四皇老大嚣张的说道。如你所愿。见状，身穿银色结界铠甲的刘小丽也出手了，她是想为楚风争取时间。尽管其他人都觉得楚风是凝聚结界铠甲失败了，可实力刘小丽却坚信楚风可以成功。此等情况之下，越来越多的人也是纷纷出手。他们都知道，就算他们不出手，结界四皇老大也迟早会对他们出手。与其被他一一击败，还不如趁着三剑真人以及口袋大师未败，他们鼎力相助，也许这样还能够击败结界四皇的老大，也好打压一下他的锐气。可是事与愿违，结界四皇的老大实力着实太强，虽然同是金色铠甲，可是他的战力却要远强过三剑真人以及口袋大师他们2人。结界四皇老大拳速胜雷霆，拳重可开山，几乎每一拳落下都有一人会被其打翻开来，短时间之内失去再战的能力。三剑真人、口袋大师，本来我不想伤你们的，可是没办法，这是金鹤真仙定下的规矩，我唯有击败你们，
才能夺得踏入悟道结界阵的机会。所以你们可不要怪我下手太重啊！在击败众人之后，结界四皇老大终于开始向三剑这人和口袋大师发动攻击。虽然嘴上说着不想伤他们，可是他却攻势凶猛，简直就像是要置三剑真人与口袋大师于死地。忽然之间，口袋大师一个猝不及防，便被结界四皇老大数拳击中，数拳落下，口袋大师便飞射而出，狠狠地撞在了结界墙壁之上。落地之际，脸色涨红，嘴角竟溢出了血迹。口袋大师竟然吐血了！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是心中一惊。其他人虽然受伤，但却并未流血，而现在口袋大师嘴角溢血，这说明结界四皇老大对口袋大师的出手重过他人数倍不止，这是有意报复。目无尊卑，找死！眼见着口袋大师被结界四皇老大打的嘴角溢血之后，三剑真人顿时大怒，可能是怒意使然，三剑真人的攻势越发凌厉。不过可惜，不管他的攻势再如何凌厉，力量却并未增强。那结界铠甲彻底封锁住了他原本的修武实力，此刻所能发挥的唯有结界铠甲赐予他的力量，甚至就连他的肉身防御力也远非正常的时候可比。这样的他，莫说是伤到结界四皇老大，就连打中结界老大的机会都没有。结界四皇的老大此刻面对三剑真人的攻势，却并未还手，而是一边闪躲一边讽刺地说道：“三剑真人，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这可不是目无尊卑，实在是规矩如此，所以你可不要怪我，真不是我下手狠，而是我想要赢，就必须打败你们。”结界四皇的老大这话虽然说的无辜，可是他嘴角那得意的笑容，却是让所有人都看出来，他乃是言不由衷。少废话，与我一战！三剑真人愤怒地吼道：“既然你如此不领情，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结界四皇的老大出手了，而他这一出手，便将三剑真人完全的压制住了，并且他的攻势越来越凶，简直霸道无比。面对此等情形，三剑真人只能防守，已然失去了反击的能力，节节败退，难堪至极。可是哪怕如此，三剑真人一个躲闪不及，还是被结界四皇老大一拳击中，而一拳之后，蜀拳连发，只在一瞬间，便有蜀拳落在了三剑真人的身上。面对此等攻势，三剑真人已经丧失了还手的能力，被打得连连后退。如果说口袋大师之前只是嘴角溢血，那么此刻的三剑真人便是张口喷血。但哪怕如此，结界四皇的老大依旧没有停手的迹象，哪怕将三剑真人逼到角落，依旧用拳头凶狠地砸向三剑真人。住手！他已经输了。见状，楚风赶忙大喊一声：“输了！这可不是由你说的算，而是我说的算。”结界四皇老大讽刺地说道：“可恶！”听得此话，楚风顿时气得双拳紧握，他真的很想冲进去，好好教训一下结界四皇老大。只是可惜，那结界铠甲还未凝聚完成，他根本就进不去。然而见楚风生气，结界四皇老大更是面露得意，说道：“怎么了？不爽了？不爽你竟然打我呀！你个废物！”话到此处，结界四皇的老大又将目光环视四周，大声说道：“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看不惯我，但是你们谁能阻我？在这里，我就是王，我可以为所欲为，但却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我。”话到此处，结界四皇的老大便再度抬起拳头，他竟想要再度对三剑真人出手。可以看得出来，结界四皇的老大对三剑真人之前威胁他的事情当真是耿耿于怀，所以才逮到这个机会就要狠狠地教训三剑真人。哪怕三剑真人已经丧失战力，可他还不罢休，切磋而已，他已败了，你需要这样咄咄逼人吗？记住，这里只是我设置的竞技场，但不是你们报一己私仇的地方。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威严赫赫的声音响起，是金鹤真仙。当金鹤真仙此话一出，结界四皇那高举的拳头便不敢落下来了。尴尬，先前还放出大话的他，此刻也是一脸的尴尬。三剑真人将口中的鲜血吐出后，冷哼一声，说道：“看来还是有人能阻止你的，幸亏有人可以阻止我，否则你会很惨。”结界四皇老大说道。事到如今，他也不介意直接摊牌，他就是要教训三剑真人这位高高在上的修武高手。离开这里之后，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惨。三剑真人不气不恼，反而笑眯眯地说道。听得此话，结界四皇的老大忽然皱了皱眉，他怕了。虽然三剑真人此刻在笑，可是他却在三剑真人那笑眯眯的眼中感到了极为恐怖的寒意。他忽然意识到，三剑真人真的怒了，恐怕此事他不会善罢甘休，离开这里之后一定会教训自己。只不过现在怕的话似乎已经有些晚了，于是他没有继续说话，也不敢再与三剑真人对视，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刘小丽。因为此处的所有人几乎都被他击败了，但唯有刘小丽还站在那里。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到最后吗？结界四皇老大对刘小丽问道。为什么？刘小丽问道。因为我知道你和那个楚风是一伙的，那楚风很不得了啊，自负得很。我本想好好教训他一番，让他知道若论结界之术，谁才是真正的天才，但是他太弱了，连进入此处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只好将原本为他准备的教训落在你的身上了。结界四皇老大一脸坏笑地看着刘小丽，少废话，要出手便出手吧。刘小丽不以为然地说道。他似乎早就猜到了结界四皇老大的打算，所以表现得很有骨气。那就如你所愿了。结界四皇老大说话间便要出手，你若胆敢过分出手，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却是再度响起。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结界四皇老大忽然停手，回头问道。此刻楚风剑眉倒竖，眼中寒芒涌动，紧紧地凝视着结界四皇老大，一字一顿地说道：你若敢过分出手，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然而楚风此话一出，却是换得结界四皇老大的一阵轰然大笑。楚风啊，楚风，你可真能逗我一笑。
若是三剑真人威胁我也就罢了，你说说，你这样一个废物，凭什么这么威胁我？若论结界之术，你踏入此处的资格都没有；若论修为，就你那点修为，我一根手指都能将你碾压致死。你让我付出代价，你凭什么？结界四皇老大讽刺地对楚风说道。他此话一出，在场的许多人也是纷纷摇头。尽管结界四皇老大这话说得过分，但却也的确是事实。至于楚风，却并未回答，但是那双寒芒毕露的眼睛却一直凝视着那结界四皇老大。看着楚风这样的目光，结界四皇老大也是感觉浑身不自在，但他却不相信楚风有能力教训他，于是不以为然地说道：吓唬我？你当我是被吓大的吗？随后身形一纵，便掠到了刘小丽的身前，那金芒闪闪的拳头宛如暴雨一般不断地砸在刘小丽的身上。身穿银色铠甲的刘小丽哪里挡得住结界四皇老大的攻击，几乎一招都无法躲避，就如同沙包一般不断地承受着结界四皇老大的拳打脚踢。而这样的攻击连三剑真人和口袋大师都承受不住，更何况是刘小丽。刘小丽很快便口吐鲜血，昏死在了墙角之上。惨！若论惨，刘小丽绝对是这结界阵法内最惨的一个，她唯一一个被硬生生打昏过去的一个，这也太不经打了，我还没用力呢。见刘小丽昏倒，结界四皇老大不仅没有丝毫的罪恶感，反而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事实上，若不是金鹤真仙已经提醒得过他不要太过分，他绝对不会因为刘小丽昏倒便就此罢手的。于是他抬起头来，看向了那站在阵外的三个兄弟，笑眯眯地说道：弟弟们，哥哥，我这就来与你们会合了。然而此话刚落下，结界四皇的老大却是眉头微皱。按理来说，他已经击败在场的所有人，这阵法应该将他传送出去了，为何现在没有反应？莫非是有漏网之鱼？可是他先前出手的分量，他自己最清楚，所有人都被他击败了，而只要被击败就失去再战的能力，唯有将他传送出去后，那些人才能再度恢复自由之身，重新恢复战力。可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尽管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可是他还是回头打量起来，看看是不是有人还没有被他打的失去再战能力。而这回头一看，结界四皇老大顿时面容大变。此刻果然有一个人完好无损地站在大阵之内，而这个人是他之前绝对也想不到的人，此人正是楚风。楚风看到此刻的楚风，莫说是结界四皇的老大，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此刻的楚风不仅进入了那大阵之中，他的身上已经凝聚出了结界铠甲。若只是寻常的结界铠甲，还不至于让人们如此震惊。可是楚风的结界铠甲不仅金芒闪烁，其中还有龙纹涌动，威武霸气，气势非凡。这说明楚风的结界铠甲是比结界四皇老大的金色铠甲还要高出一个级别的铠甲。怎么回事？楚风的结界铠甲竟然有龙纹涌动？难道说他根本就不是无法凝聚铠甲，而是因为凝聚的结界铠甲太过强横，所以才用时太久吗？原来如此，楚风根本就不是无法凝聚铠甲，而是他所凝聚的铠甲超越了我们所有人。这一刻，众人终于知道，之前是他们猜想错了。楚风这哪里是无法凝聚结界铠甲，这分明就是凝聚出了比他们所有人都要厉害的结界铠甲。惭愧、内疚，为他们之前对楚风的失望而感到内疚，但更多的却是惊喜。楚风真可谓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惊喜之际，人们不由得看向了结界四皇老大，他们都想知道结界四皇老大此刻是何表情。而这一看，许多人竟忍不住笑了。先前还自大无比，出言嘲讽楚风的结界四皇老大，此刻的表情那叫一个精彩，目光发直，脸色发青，就连他的嘴角都在抽搐。毕竟他又不傻，他看得出来，楚风所凝聚的结界铠甲比他要强，楚风所拥有的力量自然也就比他要大。我说过，我会让你付出代价。楚风此话说出之际，整个人变化作一道金光，向结界四皇老大飞掠而去。来啊，我怕你不成？毕竟这么多人看着，结界四皇的老大也并没有示弱，反而向楚风反掠而来。但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气势不足，明显心虚，就算与楚风交手，也完全是硬着头皮上的。然而一声巨响之下，结界四皇老大便被轰飞开来，狠狠地撞在了结界阵法的墙壁之上。落地之际，不仅口吐鲜血，更是难动寸步。只是一击，楚风便将他打得丧失战力。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是吃了一惊，哪怕是三剑真人与口袋大师也是目露惊容。只是一击，这战力的差距也未免太大了一些。尽管人们早就料到结界四皇的老大不可能是楚风的对手，但也没有想到他会败得如此之惨。然而就在这时，令人更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楚风并未放过结界四皇老大，此刻掠到他的身前，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阵狠踹。楚风，你干嘛？快住手！见状，那站在悟道结界阵之外的三个兄弟慌了，赶忙开口呵斥起来：干嘛？当是揍他。不过你们也不能怪我，这毕竟是此处的规矩，我只是按照规矩做事而已。楚风面带微笑，将之前结界四皇老大说的话还给了他的这三位兄弟。你少胡扯，此处的规矩是只要丧失战力就可以了。现在我大哥已经丧失战力，你怎么还咄咄相逼？你快给我住手！三兄弟大吼道：丧失战力，这不是由你们来判定的，而是我来判定的。我看他还没有丧失战力，所以我还不能停手。楚风说完此话，那一只有力的大脚便开始踹得越来越狠，不仅仅是踹结界四皇老大的脑袋，他的胸口、他的腿脚都受到了楚风凶狠的攻击。住手！你快给我住手！真仙大人，此子已经违反了您的规矩，我建议给他严惩。无奈之下，那三兄弟竟然开始向金鹤真仙求助。然而令他们无奈的是，金鹤真仙竟然连话都不说一句，根本就不理他们，就像听不到他们说的话一样。这让那三兄弟的脸色很是难看，因为金鹤真仙
不可能听不到他们说的话。他这样不开口制止，很像是故意放纵楚风，有意的让楚风教训他们的大哥。楚风施主，毕竟只是切磋，就算他有何不对，但你也不必向他学习，还是点到为止吧。就在这时，倒是口袋大师开口了。口袋大师毕竟是出家之人，哪怕结界四皇老大先前对他很是过分，可是慈悲心肠的他并没有记仇，反而提起求情。而口袋大师为人不错，他既然开口，楚风自然要给他一个面子。当楚风停手之时，结界四皇老大早已昏死过去，不仅昏死了过去，那模样更是颇为的悲惨。尽管他有结界铠甲护体，可是依然被楚风打得眼口流血，鼻青脸肿，甚至他浑身上下还会时不时的传来碎裂之音，那是骨裂之音。楚风将他浑身的骨头都给震碎了，虽然并不致命，可是这个伤势绝对是这场比拼中最重的了。该死的，一个小小的切磋，你竟将我大哥打成这副模样！楚风，我们跟你没完！那三兄弟此刻气得咬牙切齿，你们说的这是什么话？我只是按照规矩行事，毕竟你大哥不失去战斗力，我就没办法从此处传送出去。你看，传送阵一直没有启动，就说明他还没失去战力。楚风抬手耸肩，振振有词地说道：“还没失去战力，你再打一会，他就被你打死了。”三兄弟恶狠狠地说道：“是吗？那我为何还没有被传送出去？”楚风问道。你三兄弟无言以对，只是气得青筋暴起，只感觉自己的心肝脾肺都要被气炸了。对啊，我们都失去战力了，为何楚风还没传送出去？这一刻，其他人也是恍然大悟。按理来说，若是在场的其他人都失去战力，楚风就会被传送出去。楚风若是早些被传送出去，那结界四皇的老大也就不用受这样的苦头了。可是为什么楚风还没有被传送出去？嗨，差不多了，不然那些小家伙们就要说你有失公平了。白云之巅，布衣老僧笑眯眯地对金鹤真仙说道：“你这个老毒物，明明是你要控制阵法，让楚风多教训那家伙一会的，现在又来说我。”金鹤鄙视地瞪了布衣老僧一眼，随后眼中光芒一闪，楚风顿时被结界之力萦绕，消失在阵法之内。而当楚风再现之际，已是与那三兄弟站在了一处。楚风，你有种！不过今日所作所为的后果是你无法承受的。三兄弟恶狠狠地对楚风传音道。然而对于三兄弟的威胁，楚风却是轻哼一声，不屑地回道：“随时奉陪，入阵吧。”就在这时，金鹤真仙威压四射的声音自天际之上传来。见状，楚风与结界四皇的三兄弟皆是不敢有所怠慢，而是纷纷踏入了那悟道传送阵之中。而当四人入阵之后，那巨大的阵法，那壮观的庞然大物便开始变化。与此同时，阵阵奇异的龙纹级仙级结界之力便如瀑布一般在那大阵之内奔涌，不断的冲击着阵法之内的楚风四人。一目了然，这座悟道结界阵已经开始运转了。此刻，楚风赶忙闭上双眼，用心感悟。在他看来，这股结界之力实在太过磅礴，且其中的确蕴含着结界之术的奥义。只要给予他一定的时间，他定然能够从中感悟，彻底打开界灵空间的那座大门。而只要能够沟通到仙级结界之力，那么以他掌握的结界之术，定然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仙袍界灵师。然而在楚风用心感悟之际，那结界四皇的三兄弟却是彼此互看一眼，随后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忽然之间，三人竟然开始布置阵法。而当三人双手合璧之际，一层特殊的阵法便将楚风笼罩了起来。被阵法笼罩之后，那本涌向楚风的仙级结界之力竟然被阻隔开来，开始不断的涌向那三兄弟。你们做什么？此刻，楚风猛然睁开了双眼。做什么？此处虽然容下了4个人，可是这阵法之内的结界之力毕竟有限，我们三兄弟都想成为仙袍界灵师，只是这些结界之力怕是不够用，所以便不能与你分享了。结界四皇的老二一脸阴险的说道。卑鄙，简直太卑鄙了！听得此话，莫待楚风开口，三剑真人他们便忍不住开口斥责起来。而面对众人的斥责，结界四皇的老大却是一脸冷笑。此刻的他已经苏醒过来，并且伤势已经被他治愈。本怨念滔天的他，看到他的3个弟兄在悟道结界阵内对楚风所做的事情之后，心里也是忍不住为他们竖起了大拇指，且暗暗冷笑道：楚风，就算你结界之力超群，能够进入其中又如何？还不是被我的3个弟弟玩弄于手中，自作自受。你真是活该，卑鄙啊！金鹤，不如直接将他们3个踢出局吧，这不明显是违规之举吗？白云之巅，布衣老僧也看不下去了。我并没有定下规则，说在悟道结界阵内的人不能对其他人进行阻挠，所以现在也不好另定规矩，否则就显得太过偏袒那楚风了。再者说，若是这点小手段，那楚风都应付不了，那么待他离开此处，又怎么去应付那4个家伙的疯狂报复？毕竟楚风已经与他们结下了仇，以那4个家伙的性格，绝对不会放过楚风，而这都要靠楚风自己。金鹤真仙说道：是啊，修武世界本就如此，一言不合便要大打出手，就算为此杀人也是常见之事，更何况楚风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那4个家伙难看。布衣老僧也是不可置否的点了点头。你们这是要和我玩阴的？楚风目露寒光，冷声问道。玩阴的？你瞎吗？我们这可是光明正大的。结界四皇老二讽刺的笑道，他的脸上尽是得意，因为这座阻隔阵法不仅本身玄妙，且他们3人的手中皆是握着一件至宝，这件至宝可以大大提升结界阵法的威力，所以在他看来，楚风就算是具有逆天之能，也不可能破开他们的阵法。这一次楚风注定是要在他们兄弟3人的手中吃一个大亏。金鹤真仙，此事您就不管吗？楚风抬头望天，高声问道。哼，斗不过我们就要找金鹤真仙评理吗？你也就这点本事？见楚风竟然向金鹤真仙告状，结界四皇皆是面容一变，他们自然不担心楚风破开那阵法，因为在他们看来，
楚风无论如何也破不开他们这阵法，可是他们却也怕金鹤真仙插手，毕竟之前楚风在结界阵法内殴打结界四皇老大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多少意识到是金鹤真仙暗中纵容楚风的，否则楚风应该早就被传送出去了，怎么可能一直殴打他们的大哥，直到把他们的大哥打昏之后才被传送出去，那明显是不合常理的，所以他们也会害怕金鹤真仙继续纵容楚风，毕竟金鹤真仙威名远播，在整个百炼凡界都是超然的存在，金鹤真仙若真的要偏袒楚风，他们也是毫无办法。然而楚风此话问出许久，金鹤真仙却始终没有回答。楚风啊，楚风，看来真仙大人也不愿管你了。既然真仙大人不管，那就说明我们并未违规。楚风，你就老实的在那看着我们三个成为仙袍界灵师吧。见金鹤真仙迟迟没有反应，那阵法内的三兄弟顿时哈哈大笑，就连阵法之外的老大也是忍不住冷笑起来，嘲讽。这个笑声是他们对楚风毫不掩饰的嘲讽。看来金鹤真仙的确不管这种事情，这样的话我也就放心了。楚风说道。放心。听得此话，在场之人皆是神色一动，目露不解之色。那阵法内的三兄弟更是面容微微一变，有些不明白楚风此话为何意。那我便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楚风继续说道。哈哈，原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好啊，那你就试试看你能否破开此阵。三兄弟终于明白楚风话中之意，不由出言讽刺。那便如你们所愿。楚风此话一出，双手便开始急速变化。这种变化之下，楚风的体内开始涌现出磅礴的结界之力，开始不断的攻击那三兄弟所布置的阵法。不行啊，楚风的阵法虽然厉害，可是那三兄弟的阵法却是纹丝不动。见到这一幕，在场的许多人都是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不是三兄弟的阵法厉害，而是他们应该用了结界至宝，从而提升了那阵法的力量，否则单凭他们三人的实力，怎能困住楚风小友？三剑真人说道。不，并非是纹丝不动，你们快看，那阵法似乎撑不住了。忽然又有人惊呼一声，这时人们才注意到楚风的攻势越来越猛，三兄弟那阵法已经从纹丝不动变得四下扭曲，像是随时都会被攻破一般。但是人们的窃喜也只停留了一瞬间，他们很快又发现三兄弟那阵法就像是棉花一般弹来弹去，哪怕扭曲的再严重，可也不会被攻破的样子。这阵法太诡异了，这样下去楚风怕是难有胜算啊。人们都为楚风担心起来，毕竟经过之前的种种，他们都发现楚风的人品远胜结界四皇，他们是打心眼里希望楚风赢的。只是现在楚风被封锁其中，根本感受不到那仙级结界之力，而另一方面，那汹涌的仙级结界之力不断的冲击在那三兄弟的身上。无论是再怎么看，眼下的局势对楚风都是极为不利的。没用的，楚风，我不妨告诉你，除非是仙级结界之力，否则就算你的阵法再厉害，也都无法破开我们这座阵法。结界四皇的老二得意的说道。哦，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一边催动眼前的阵法，一边竟又开始布置阵法。很快的，又有一座阵法布置而出，与之前的阵法相互融合。忽然之间，那悟道结界阵内的龙纹级仙级结界之力，竟像是得到了命令一般，开始冲击那三兄弟所封锁楚风的阵法。仙级结界之力是何其汹涌，只是片刻之间，便将三兄弟那结界阵法给轰击得四分五裂，最后更是冲击粉碎，被彻底吞噬。天哪，那仙级结界之力竟然在为楚风所用！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毕竟仙级结界之力不会无缘无故的帮助楚风，先前仙级结界之力的出手相助，定然是楚风所为。只是人们想不通，楚风究竟是动用了何种手段，才能让仙级结界之力为他所用？莫非根本不是楚风控制的仙级结界之力，而是金鹤真仙暗中帮忙？不可能！你区区一个黄袍界灵师，怎么可能催动仙级结界之力？其他人都感觉不可思议，那结界四皇自然更是不信。真仙大人，虽然不知你与那楚风是何关系，可您也不必这样帮助他吧？您不觉得这样有失公平吗？忽然，结界四皇的老大仰天大喝一声。虽然他此刻没能进入悟道结界阵之内，可他却不能看着自己的三个兄弟吃亏而不管，自认为一定是金鹤真仙出手帮助的他，竟然当众质问金鹤真仙。然而他话音刚落，体内便传来一声闷响，本已伤势痊愈的他，此刻顿时化作了一个血肉模糊的肉身，无力的倒卧于的，大口大口的鲜血如注一般不断的喷洒而出。见到这一幕，在场之人皆是面色苍白，连半句话都不敢说出。他们都看出来了，是金鹤真仙出手了，一定是结界四皇老大那句质问惹怒了金鹤真仙，所以金鹤真仙才出手教训于他。技不如人便是技不如人，少拿本仙当你们失败的借口，这次只当是初犯，本仙不与你计较。若是有人再敢说是本仙帮助何人，那可就别怪我不给你生还的机会。果不其然，一击之后，金鹤真仙的声音宛如万雷齐鸣一般滚滚而下。当那声音响起之际，不仅是天空大地在剧烈的颤动，就连人们的心中也是一阵的颤动。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位真仙大人的怒意，而这位真仙大人一怒，当真是排山倒海，天崩地裂，有种世界末日之势。他那一击虽然已经令结界四皇老大身负重创，可是所有人都知道他已是手下留情，真的已经收下留情，否则结界的老大必然尸骨无存。毕竟金鹤真仙不仅有瞬息抹杀他的实力，就算杀他也不会有任何顾忌。不管结界四皇的母亲如何利奥的，但是若与金鹤真仙相比，也同样是不值一提的。这么说来，不是真仙大人出手，而是楚风自己操控了那仙级结界之力。真相大白之后，人们却是越发的吃惊。楚风，我你没完！而就在这时，那阵法之内的三兄弟
忽然发出了愤怒滔天的呼喊。定目观望，人们才发现他们三兄弟此刻已经被一座阵法封锁起来。那座阵法的存在，使得他们连一丝仙级结界之力都感受不到。此刻，那悟道结界阵内浩瀚四海的仙级结界之力正在不断的向楚风一人冲击。大局已定。见此一幕，许多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三兄弟根本就破不开楚风封锁他们的阵法，因为楚风那阵法不仅玄妙，并且还能借用仙级结界之力为他所用。有仙级结界之力助阵，任凭是三兄弟有什么至宝，也是无法破开那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楚风独享那磅礴的仙级结界之力，而却没有任何办法。恨！此时此刻，这三兄弟的眼中皆是浓浓的恨意，恨不得扒了楚风的皮，喝了楚风的血。而就在这时，楚风那紧闭的双眼却忽然睁开，望向了这三兄弟。与此同时，楚风的嘴角也是掀起一抹上翘的弧度。你们三人本可与我同享这些仙级结界之力，可是你们三人非要和我玩弄手段，逼我出手，真是不自量力，自作自受。楚风说道。楚风，离开这云鹤山，我必取你之狗命。三兄弟狠狠地说道。然而他们这满含威胁的话，却是换得楚风微微一笑，说道：别说的就好像我不与你们为敌，你们就会放过我一样。在我破开那紫色雾气之际，你们便已对我心存杀心。不过你们也一定不知道，我既然敢与你们四兄弟作对，那是因为我并未将你们兄弟四人放在心中。楚风此话说完，也不管他们三兄弟是何表情，便再度闭上双眼，感受那仙级结界之力中隐藏的奥义。这个畜生竟敢如此轻视我们！而面对这般的楚风，莫说在阵法之内的三位，就连已经身负重创的老大也是气得不行。忽然之间，楚风的身体宛如一个无底洞一般，竟将磅礴的仙级结界之力全部吸入了他的体内。而当那些仙级结界之力全部进入楚风体内之后，那悟道结界阵竟然开始碎裂开来。见到这一幕，众人又是神色一变，不明白眼前的一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就在众人不解之际，楚风的体内忽然散发出磅礴的仙级结界之力，只不过那仙级结界之力与之前进入他体内的全然不同。之前进入他体内的仙级结界之力乃是龙纹级，而此刻楚风所散发出的仙级结界之力的确也很精纯，可却只是重纹级。这仙级结界之力明明弱了数倍不止，可是看到这仙级结界之力之后，在场之人却是面露震惊之容。楚风他难道已经成为了仙袍界灵师？有人激动地说道。仙袍界灵师，楚风他成功了。此时此刻，若论高兴，最高兴的莫过于刘小丽，毕竟只要楚风成为仙袍界灵师，就可以为他的师尊刘成坤医治病情了。口袋大师，楚风他可是真的成为了仙袍界灵师？有人仍不敢相信楚风已经成为仙袍界灵师，于是向口袋大师问道：楚风施主，他天赋异禀，的确已然成为仙袍界灵师，而像他这么年轻便成为仙袍界灵师者，在我百炼凡界自古以来也只有2人而已。口袋大师同样是赞叹不已。而当确定楚风已经成为仙袍界灵师之后，众人看向楚风的目光都是再度变化开来。一位仙袍界灵师，一位修罗界灵师，一位如此年轻之人，奇才，这当真是绝世奇才。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自天际落下，笼罩楚风。而当那光芒消散之际，楚风已然不见。至于楚风，此刻已经来到了白云之巅，只不过楚风却根本看不到金鹤真仙，只能听到金鹤真仙的声音。你叫楚风？金鹤真仙问道。回前辈，晚辈是叫楚风。楚风回道。你的结界之术天赋极好，是个少见的人才，可越是天资卓越，越会受人妒忌。你今日注定成名，虽只是薄命，可也会有2种人注意到你，一种是因惜才想要招揽你的人，一种是因嫉妒想要杀掉你的人。可就算招揽你的人，也可能成为杀掉你的人。修武世界的凶险本就无处不在，你需做好准备。多谢真仙大人提点，今日楚风能成仙袍界灵师，多亏真仙大人。楚风虽看不到金鹤真仙，可却感激金鹤真仙的帮助，于是对着金鹤真仙声音所传来的方向施以大礼。能够成为仙袍界灵师，全靠你自己的悟性，与我倒是关系不大，所以你不必谢我，这全是你的自己的功劳。本仙也是一个惜才之人，难得见你这样的人才，为你备了一份薄礼。金鹤真仙此话一落，一个檀木盒子便自雾气之中飘出，最终落在了楚风身前。楚风打开盒子，顿时眼前一亮，这盒子之中倒卧着3颗丹药，每颗丹药分为3种颜色，每一颗都蕴含着极强的药力，并且一颗比一颗强，且楚风能够看得出来，这丹药的药力与结界之术有关。前辈，敢问这是何丹？楚风问道。此乃化仙丹，专门为仙袍界灵师所造。服用此丹，你的天极血脉会被暂时封锁，如雷霆铠甲和雷霆羽翼都施展不出，就连你的逆天战力也会消失。可是你的修为却会大幅度的提升。我为你准备了3颗化仙丹，第1颗可令你的修为提升到3品5组，第2颗可令你的修为提升到4品5组，而第5颗可令你的修为提升到5品5组。也许这3颗丹药能在你遇到危险之时保你一命。金鹤真仙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心中一喜，如今他的确树敌颇多，先不说陆阳阁，单说还在这云鹤山的结界4皇就已经对他动了杀心，而单凭他这4品半组的实力，的确很难自保。就算是女王大人战力滔天，但也只是能够斩杀1品5组而已，就算遇到2品5组，也免不了是一场恶战。可是有这3颗丹药在，楚风的修为就能从4品半组提升到5组，尤其那第3颗丹药更是能让楚风的修为提升到5品5组，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当真是质的飞跃。所以楚风才意识到，这化仙丹绝非寻常丹药，哪怕是金鹤真仙炼制，他
怕也是要消耗不少精力才是。多谢前辈。楚风小心翼翼地将丹药收好，随后问道：前辈，此丹药效可持续多久？可持续半个时辰。金鹤真仙说道：半个时辰，若是与人交手，倒也是足够了。楚风说道：自然是够了，但是你切记，服用此丹之后，虽然你的修为会暴涨，可是你那天级血脉的力量会被封锁，你不仅无法使用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就连你那优于常人的逆天战力也会丧失。比如你服用第一颗化仙丹，你将在半个时辰之内获得3品五祖的力量。虽然你可以催动武力，施展武技，但你也只能与3品五祖抗衡，哪怕是4品五祖都可以轻易的杀掉你。所以面对不同的对手，一定要服用不同的化仙丹，切记不可大意。金鹤真仙说道：多谢前辈提醒，前辈今日的恩惠，晚辈铭记于心。楚风抱拳谢道：恩惠，本仙不过是惜才而已，不想你被居心不良之人所杀。但是就算惜才，本仙也不会替你隐瞒你杀了那李锐的事实。这件事我会公布于众的，但在我公布之前，你还是先与落峡谷的人坦白吧。金鹤真仙说道。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心中一紧，但仍然抱拳施礼，说道：前辈，此事是晚辈做的，晚辈便会承担。那便好。金鹤真仙声音响起，一道结界阵法便将其笼罩。而当那光芒消散之际，楚风已经离开了此处。而当楚风离开后，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的身影也是纷纷浮现而出。看来你是真的不打算收他为弟子了。布衣老僧对金鹤真仙问道：此子天赋的确难得，但我金鹤并非3心2意之辈，既然已经选定了那个小鬼，自然便不会再选楚风。你既然如此看好楚风，为何不收他为弟子？金鹤真仙对布衣老僧反问道：你以为我不想收他为弟子吗？我可是非常看好他的，我觉得他日后的成就会超过你看中的那位。布衣老僧说道：你说这种话是想激我吗？就算这楚风今日表现不错，可我依然觉得他日后的成就不如我看中的人。金鹤真仙说道：这个我不和你犟，你有你的眼光，我有我的眼光，多说无益。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很想收楚风为弟子，只是我修炼的玄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什么可以教他的。布衣老僧很是无奈的道：谁说你非要教他什么了？你大可以让他做你的弟子，然后什么也不教，只保留一个名分，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保护他了。否则像这样一个人才只是依靠自己，可是很容易夭折的。别的不说，就是那4个小子就已经对他动杀心了，否则我也不会赐他3颗化仙丹。修武者的世界有多黑暗，你又不是不清楚，但你若收他为弟子，也就不用我来多事了。金鹤真仙说道：正因如此，我才不能收他为弟子，我的仇家有多少，你又不是不清楚。布衣老僧说道。此刻金鹤真仙微微一愣，似是想到了什么，缓和片刻后才说道：在这百炼凡界应该没问题吧？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追过来呢？布衣老僧苦笑道：你呀。金鹤真仙叹息一声，随后说道：若是这样，你还真要离那楚风远远的。若他自己一个人还有活着的可能，但若和你扯上关系，还真是要必死无疑了。谁说不是呢？布衣老僧也是无奈的叹息一声，随后笑眯眯的看向金鹤真仙，说道：要不你多帮帮？算了吧，非亲非故的，就算我再惜才，但我能帮的已经帮了，毕竟只是一面之缘。金鹤真仙说道：也是。布衣老僧点了点头，随后说道：这么说来，他能闯出什么名堂，闯到哪一步，只能靠他自己了。担心也是没用，他若真有本事，自然会闯出来，毕竟咱们当年都是这样过来的。但若是他实力不够，就算被人扼杀，也怪不得别人。修武者的世界本就是残酷的。金鹤真仙说道。布衣老僧长叹一声，因为他知道金鹤真仙说的很对。在金鹤真仙与布衣老僧交谈之时，楚风已经被传送到了云鹤山之外。不仅是楚风在这里，此刻所有人都在这里。此时此刻，不仅是没能上山的徐依依他们在，已经上过云鹤山顶峰的刘小丽他们也都在这里。几乎在场之人看向楚风的目光都是充满了惊叹之色，甚至许多小辈眼中更是满满的羡慕。显然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在云鹤山顶峰发生的事情。楚风，你太厉害了，听说已经成为了仙袍界灵师，你简直超乎我的想象。我能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太骄傲太自豪了。徐依依冲了过来，就像是一个脱缰的野马，跑到楚风近前，便围着楚风又蹦又跳，且说个不停。用不着这么激动吧？楚风笑着问道。当然激动了，你可知道你是我百炼凡界第2年轻的仙袍界灵师？徐依依激动地说道。第一是谁？刘小丽好奇地问道。你不知道吗？当然是百炼凡界的第1天才黎明公子。徐依依说道。黎明公子？刘小丽目露惊讶之色。不仅是他，在场的不少人都是如此。你们不是没听说过黎明公子吧？那可是我百炼凡界最妖孽的天才。对了，听说金鹤真仙还想收他为弟子，可是却被拒绝了。徐依依说道。不是吧？居然拒绝了金鹤真仙？听得此话，众人颇感吃惊。金鹤真仙是何等存在，在场的许多人都知道，那可百炼凡界超然的存在，多少人想做他的弟子，他都不收。如今他主动收那位居然拒绝，这当真是令人感到震惊。其实这并不算什么，因为此子当真是妖孽，被他拒绝的人数不胜数，金鹤真仙也只是其一。徐依依说道。而听徐依依这样一说，人们便更加感到吃惊了，想不到百炼凡界竟然有如此妖孽之辈。与此同时，人们也都很想见识一下这个所谓的黎明公子，想知道他到底有着多大的本事。这么说来的话，楚风岂不是我百炼凡界出现的第2位妖孽天才？凌霜长老说道。是啊，不管怎么说，楚风都是我百炼凡界第2位最年轻的仙袍界灵师了。徐依依很是欣喜地说道。而对于徐依依此话，众人也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就在众人喜悦之际，落峡谷的那位蒋浩却是愁眉不展，对楚风极其厌烦。是楚风为情敌的他，自
自然不希望楚风得到如此成就。宁霜长老，有一件事我要与你们坦白。楚风说道。楚风究竟是什么事情？你竟如此认真？见楚风郑重的样子，徐依依不由得笑了起来。是关于李锐的。楚风说道。李锐，听得这2个字，众人皆是神情一致。毕竟所有人都出来了，可却唯独不见李锐。其实人们都想知道李锐去了哪里。对呀，楚风，李锐去哪了？果不其然，宁霜长老等落峡谷的人一同追问起来。李锐被我杀了。楚风说道。什么？听得此话，众人皆是神情大变，尤其那几位女弟子更是吓得小脸都变了。楚风，你可真是大胆包天，竟敢杀我同门师兄！至于那蒋浩，更是直接拔出半城祖兵，就要对楚风出手。住手！可还不待蒋浩出手，宁霜长老便将其制止，这才强挤出一抹笑容，对楚风问道：楚风小友，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宁霜长老，我并没有开玩笑，我真的杀了李锐。楚风说道。哇，楚风，你真的杀了李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徐依依问道。此刻不仅仅是徐依依一脸的紧张不解，在场的许多人都是面露不解之色，不明白楚风好端端的怎么就会杀了李锐。再者说了，楚风的修为是多少？李锐的修为又是多少？楚风没理由能斩杀李锐才是啊！4品半祖。而就在这时，人们才注意到楚风的修为已经不是2品半祖，而是4品半祖。楚风，你的修为？刘小丽忍不住追问起来。相比于其他人，她更能确定。来此之前，楚风明明只是2品半祖，我是在进云鹤山之后提升的修为。楚风说道。连续提升2品。宁霜长老忍不住追问起来，毕竟此事非同小可。是的，楚风点头。在场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是他们承受能力弱，实在是在如此短时间之内连续提升2品修为，太过惊人。一时之间，人们看向楚风的目光又变了，他们似乎终于知道为何楚风如此年纪便能有如此修为了。一切并非巧合，此子当真是妖孽。然而就在众人惊叹于楚风那惊人的天赋之际，却有人看不下去了，那便是蒋浩。管他是因为什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乃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今日就要为李锐师兄报仇！蒋浩大喝道。与此同时，蒋浩再度抬起半城祖兵，指向楚风。住手！徐依依挡在楚风身前，对蒋浩大喝道：我不相信楚风会杀了李锐师兄，我可以作证，楚风的确杀了李锐。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威严四射的声音自云鹤山中传来。这个声音响起，所有人都是颇感吃惊，他们没有想到金鹤真仙近日来作证。而金鹤真仙是何等身份？他若是作证的话，那么楚风杀了落峡谷真传弟子的事情可就坐实了。出于颜面等诸多考虑，就算楚风是一位少见的人才，是一位罕见的仙袍界灵师，可落峡谷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楚风的呀。所有的经过，本仙看得清清楚楚。楚风杀了李锐不假，但却是李锐先对楚风下杀手，楚风无奈之下进行反击，才将李锐斩杀。金鹤真仙的声音再度响起，原来是李锐先下杀手的吗？听得此话，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若真是李锐下出手的，那毕竟是李锐理亏，就算楚风杀了李锐，那倒也算是合情合理了。此事发生在我云鹤山之内，楚风若是无缘无故杀人，我必当追究。可楚风此次杀人却是情理之中，当时本仙若要阻止，倒也可以阻止楚风斩杀李锐。而本仙之所以没有阻止，那是因为本仙觉得李锐该死。金鹤真仙的话语只说到这里，之后不再响起，但人们却都明白了金鹤真仙的意思。金鹤真仙是在为楚风开脱，他已经明确的说明楚风杀人没有错。若是落峡谷还要追究的话，那么就算金鹤真仙出手，落峡谷也是没有办法的。落峡谷就算再强，可也只是一个2等势力，哪里会是金鹤真仙的对手？楚风小友，真的是这样？宁霜长老问道。是的，楚风点了点头。可是李锐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你呢？宁霜长老有些想不通。因为徐依依。楚风看向了徐依依。徐依依一脸的不解与无辜。李锐喜欢你，觉得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个威胁，所以他与蒋浩一样，都把我当做了亲弟。但是他与蒋浩不同的是，蒋浩直接表现出了对我的厌恶，但是李锐却隐藏了起来。楚风说道。听到这里，外人虽然感到意外，可是落峡谷的人反而不感到意外了。显然他们也都是知道李锐是喜欢徐依依的。宁霜长老，你应该还记得，当日我本要与刘会长同走，是李锐偏要与我同行的。楚风说道。是，这件事的确是李锐提出。宁霜长老点了点头。那您可知道，在那些岛屿之内都有着那位尊者留下的特殊力量，在岛中界灵师无法召唤界灵。楚风再度问道。这个自然知道，不仅我知道，他们也知道。宁霜长老看向徐依依他们。我知道了。忽然徐依依似是想到了什么，于是激动地说道。李锐是故意和你同去一座岛的，因为在那岛上你没办法召唤界灵，而只要你没办法召唤界灵，他便觉得你不是他的对手，他便可以趁机杀了你。正是。楚风点了点头。这么说来，那个叫李锐是早有谋划，想不到他竟如此卑鄙。听到这里，许多外人都开始咒骂起李锐。其实他们之所以这样，也是想借机与楚风拉近关系而已。但不管怎么说，李锐都是落峡谷的真传弟子。听得外人这样说，落峡谷的人们脸上还是很不好看的。看来这件事的确是李锐的错。这件事情我会原封不动地禀告给谷主，而我们谷主也不是不辨是非之辈，所以楚风小友放心，这件事情我落峡谷绝对不会纠缠。宁霜长老对楚风说道。不是李锐死了他不心痛，好说歹说李锐是个人才，他怎能不痛？但是事情经过已经一目了然，谁是谁非大家都分辨得清楚。他落峡谷就算有所不甘，也的确不好纠缠，更何况经过短暂的相处，宁霜长老也很喜欢楚风，他也是真的不想追究了。楚风，我还以为你不敢出来了。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杀意凛然的声音忽然响起。与此同时，4道身影也是急速靠近，是结界四皇。这4个兄弟竟然还不待楚风彻底离开云鹤山，便要对楚风动手。住手！见状，宁霜长老赶忙挡在了楚风的身前，与此同时散发出他那无品无祖的气息，直接将结界四皇的滚滚威压给驱散开来。虽然结界四皇的修为很强，尤其是老大乃是一位无品无祖，可是宁霜长老的修为却也在无品无祖，所以他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结界四皇伤害楚风。滚开！一条落峡谷的狗而已，也敢与我们作对？可是谁曾想，结界四皇完全不将宁霜长老放在眼中，甚至是不将落峡谷放在眼中。你休想动楚风小友！宁霜长老坚定地说道。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若是我母亲大人动怒，莫说是你，就算是你落峡谷都担当不起。听得此话，宁霜长老也是目光一变。如果说是结界四皇，他还尚且能够应对，但是他们抬出其母亲后，宁霜长老的确有些吃不消了。因为结界四皇的那位母亲不仅是一位仙袍界灵师，实力也是极强，在百炼凡界也算得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确不是他这个级别的人能够招惹得起的。见宁霜长老有些慌了，结界四皇傲气更甚，他们的老大竟然指着宁霜长老的鼻子说道：“落峡谷的老狗，现在就给我滚开！我倒是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此刻，宁霜长老气得脸色涨红，但是最终还是强忍下来，并未爆发。我怎么了？我赶紧给我滚，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结界四皇老大狠狠地说道，张狂之气此刻尽显，终于让我带到你们了。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宛如惊雷一般炸响，就连这虚空都是一阵抖动。定目一看，原来是三剑真人。糟了，看到三剑真人，结界四皇皆是面容大变。他们在云鹤山内与三剑真人的过节已是极深，如今在此相遇，绝对是大事不妙。我说过，走出云鹤山，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惨。三剑真人对结界四皇老大说道。三剑真人，你好歹也是前辈，难道你要以大欺小？结界四皇老大慌了，转身便要逃跑。哼，本真人向来言出必行，既然说过要教训你，又岂会因为辈分便放过你们？三剑真人冷笑一声，他踏空而行，看似缓慢，却是一步数里，眨眼间便追响了急速逃遁的结界四皇老大。来到结界四皇老大近前，三剑真人便抡起手臂，对着结界四皇的老大便是一阵大嘴巴子。他这嘴巴子抽得不仅响亮，而且非常有力，只是片刻的功夫，就将结界四皇的老大抽得眼冒金星，满脸是血，摇摇晃晃一番便昏死过去，从半空之上向地表坠落而去。大哥，眼见不妙，他的3位兄弟慌了，赶忙急速飞掠而下，想要接住他们的大哥。然而就在他们马上要抓住他们大哥之际，一道身影忽然挡在了他们身前。看到这位，那3兄弟皆是脸色大变，面如死灰，因为此人正是三剑真人。既是亲兄弟，那自然就该有苦同当。既然你们大哥昏了过去，那剩下的教训你们3个就替他挨了吧。三剑真人此话说完，也不待那3兄弟回答，双臂摆动，顿时残影丛生，只听啪啪啪啪啪一阵阵比鞭炮还要响亮的声音响彻不断。而在此期间，那3兄弟更是被打得摇头晃脑，鲜血横飞。当三剑真人收手之际，他们3个也早已昏眩过去，纷纷从半空跌落而下，摔在了他大哥的身旁。见到这一幕，许多人都是在心中为之叫好，毕竟三剑真人这数个耳光下去，当真是替在场之人挫了结界四皇的锐气。楚风，三剑真人竟然帮你收拾了那结界四皇！徐依依激动地说道。算了吧，依我看只是他们有过节，三剑真人怎么可能帮他这种无名之辈？蒋浩一脸不信地说道。可谁曾想，就在这时，三剑真人踏空而行，竟向楚风走来，并且最终停在了楚风的身前。楚风小兄弟，放心吧，他们3个被我用武力震晕的，除非有人救治，否则他们非要昏迷个几天几夜不可。至少今日他们对你不会再有威胁。三剑真人对楚风说道。此刻在场的许多人都是瞠目结舌，尤其是没有进入云鹤山的人，更是一脸的迷茫。事到如今，他们几乎都能确定，三剑真人不是无缘无故的出手，竟当真是替楚风解围。只是他们想不明白，楚风是如何与三剑真人这位大人物攀上关系的。心生感激的楚风赶忙鞠躬施礼，多谢前辈。他们几个目无尊卑，实在过分，就算他们不找你麻烦，我也必须给他们一些教训不可，否则这样放纵下去，搞不好他们日后会造多少孽。三剑真人大咧咧地说道。可是忽然之间，他又变得认真起来，说道：楚风小兄弟，可愿到我仗剑仙门做客？听得此话，那本就吃惊的众人更是张大了嘴巴，尤其是蒋浩，那个表情就跟吃了屎一样。任凭是谁都没想到，三剑真人不仅替楚风解围，竟然还主动邀请楚风去仗剑仙门做客，这可谓是无上的荣耀啊！